大家好，我係貓哥啊！嗱，話說咧，PodRace 咧就話會寄一樣嘢俾我啦。我話咦咩嚟嘅咧？咁點知咧一打開係一架 sample 車嚟嘅，咁啊非常之開心啦。咁今集亦都即係多謝佢哋俾個機會我去做一個開箱啦。咁啊呢部車其實就係 GR Yaris 嘅，咁啊台灣人就叫暴力鴨啦。咁再加埋呢一個三浦先生嘅 Rocket Bunny 嘅一個改裝之後咧，成架車係非常之正嘅。咁啊，今集我哋就會一齊嚟睇下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我啦。GR Yaris 咧係由 Gazoo Racing 嘅 WRC 團隊去開發啦。嗱，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呢部車咧當時係同蘇巴魯、三菱以及豐田同一時間重新入翻去 WRC 嘅第一款越野賽車嘅一個認證嘅款式嚟嘅。咁其實呢一款車咧係由呢個傳奇車手啦 Tommy Macklin 咧去做一個顧問形式啦。咁當時呢部車其實推出嘅時候已經技驚四座噶啦。咁啊經過咗 Gazoo Racing 咧去做一個打造之後咧，車身非常之靚之外咧，用上咗超多嘅空氣動力學嘅元素，話俾你知一部細車亦都可以成為眾人嘅焦點啦。咁其後其實呢一部車咧，亦都經過咗三浦先生所設計出嚟嘅一個套件啦。咁佢嘅風格不嬲都係唔多餘嘅線條，而做到成架車嘅整體結構上面一個潛在提升嘅，即係令大家一出嚟嘅時候有一個視覺嘅爆炸力啦。咁啊講少少呢一個套件啦。咁其實成個套件咧係用上咗碳纖維而組合而成啦。咁啊當中咧亦都有一啲其他嘅零件係非常之珍貴嘅。咁啊，成套嘢咧係價值70幾萬 yen 啦。咁我相信如果嚟到香港咧，真係如果做埋安裝以及噴油各樣嘢，我估應該過咗100萬 yen 噶啦，我估噶啦嚇。咁啊，大致係咁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喺未開呢一部車之前咧，俾大家睇睇個包裝盒啦。咁啊，成個感覺咧就非常之唔錯，好有儀式感嘅。咁啊，打開咗之後啦，就係而家眼前，陣間我哋轉頭就會見到一部金光閃閃嘅車嘅。咁啊，又咁講啦嚇。雖然咧，我係得到佢哋今次呢一部 sample 車啦，但係都會用翻我嘅專業嘅角度去講翻呢一部車。咁但係如果你哋話，喂，你啊做打手啦，點咁冇辦法嘅。如果你要咁樣諗，咁啊冇計啦，係咪先？咁係啦，你哋有唔同人嘅諗法噶嘛？咁我最緊要係咩 CP 值啦。咁好啦，我哋就鏡頭一轉啦，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咁大家已經見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一拎上手咧，呢一嚿嘢真係閃閃發光嘅金色物體喺大家眼前啦，非常之正嘅啦。拎上手嘅感覺非常乾淨。咁點解咁講呢？其實咧，比起白色啦、黃色啦，即係白色、黃色呢啲素色咧，未係話好突顯到車身線條，但係通常一啲金屬色咧，尤其金色咧，係好考驗個車本身個貼膜嘅考驗嘅。因為點解咁講呢？佢噴出嚟嘅時候會呈現到個骨架線條，以及本身金屬側面喺前期打磨嘅時候咧，所呈現嘅嘢咧係睇得一清二楚嘅，好容易就睇到瑕疵嘅。咁啊喺呢一個位置咧，亦都係非常之光滑以及乾淨啦。咁講少少啦，今次呢一部車咧喺顏色上面咧就用上咗一個半光澤嘅形式啦。咁啊亦都用上咗呢個代號為 Bond 高嘅 ECH17嘅呢一個款式啦。咁啊偏向香檳金以及青金銅之間嘅一個金色啦。咁喺金屬粒子上面咧，亦都做到好幼細嘅，非常之接近我哋平時所用嘅模型油嘅漆面啦。咁啊 PodRace 咧喺車身上面嘅描述咧，亦都係可以充分表達到之餘咧，再加上三浦先生所帶來嘅視覺衝擊力嘅呢一個超闊嘅結構咧，係非常之正嘅。咁咧，我哋會由頭講到落尾嘅。咁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咁其實咧，呢一款車其實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牌子出過啦。咁嚟到PodRace 嘅呢一個演繹咧，咁其實都非常之一目了然噶啦。咁啊嗱，首先我哋有幾個部分會睇啦。第一個部分當然就係呢一套勁誇張嘅增加下壓力嘅呢一個頭鏟部分啦。咁啊，先講下佢喺個膠件上面嘅處理咧，係非常之乾淨嘅，係有一種有輪有角，轉角位應該要直落嘅位，佢完全俾到你從反光位置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咁啊，第二點咧，一啲角位咧，我哋叫做一啲收邊位咧，
呢一架車其實本身喺經過三浦先生去設計之後咧，呢一個位係非常之誇張啦，以及咧我成日都講話呢一個套件係有吉手嘅感覺。點解呢？當去到吉手嘅話咧，就已經話佢已經係銳利嘅。整體嚟講冇任何多餘嘅線條啦，咁啊亦都冇無邊嘅呈現啦。咁 Portrace 咧喺呢一個位置做得非常之乾淨嘅，有一種吉手嘅感覺。而呢一個咧都係我好想要嘅嘢。其實之前咧，我之前有諗過買，但係咧好多時候咧捉呢一個車嘅前後嘅部分嘅一個拿捏咧係唔容易嘅，因為咧三浦咧佢喺呢一個位置咧加大咗之後咧，有啲車一係就做得太闊，去特登呈現個兩個包圍；一係咧就做到好似硬係呢一嚿嘢咧前面呢一份嘢就好巨型嘅，搞到成個車身嘅比例咧就唔咁啱啦。咁喺呢一個位置咧，Portrace 係好清楚呢一個部分應該要點樣處理嘅，咁啊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啦。第二點，鬼面罩嘅部分。每一個嘅我哋叫做六角形嘅蜂巢型設計咧，呢一度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兩邊嘅一啲logo啦，亦都係正正常常嘅發揮嘅，冇乜特別嘢嘅。咁啊呢個位前面我非常之滿意噶啦。第二點我哋值得留意嘅部分咧，當然就係嚟到呢一個車頭燈嘅組件啦。咁車頭燈咧，佢係有喺一啲角度入面咧係好清晰咧，可以睇到咧繼續啦，嗱喺側邊嘅車頭燈嘅部分咧，咁啊會睇得到裏邊嘅天使眼嘅結構係非常之清晰嘅，會睇得到啦。咁啊從一啲我放大咗俾大家睇啦，大家就會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咁啊另外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車頭冚嘅部分啦。咁車頭冚咧呢一度咧，亦都係好清晰咁話俾你知，其實咧呢一條線咧，係要做到若隱若現嘅，而唔係話要特登去突起。因為其實有啲牌子咧，佢做嘅時候咧，呢一個部分咧好刻意啊。所以我點解冇入到一啲其他牌子嘅車？因為有陣時候佢哋做嘅比例上面咧係即係好難拿捏㗎呢款車，因為太多結構性嘅位置咧做得要拿捏唔容易嘅。咁好啦，另外值得留意嘅第三個部分係咩咧？就係呢一個我哋叫做喺呢一個大嘅頭下壓力嘅呢一個翼嘅入面呢個入風位置呢，其實呢，佢係有注意到呢一點嘅。大家從反光位置呢可以睇到嘅呢一個位置呢，其實佢係要有一個收邊嘅動作啦，要做到起角，以及要做到有將氣流帶動到入去嘅嗰個凹陷位置。咁啊做得非常之工整嘅，咁呢個係我意想唔到嘅位置嚟嘅。咁啊嚟到側邊嘅沙板部分啦，亦都值得留意一講嘅。其實呢一個45度角嘅位置咧，係一定會有啦，每一個牌子都有做噶啦。而三浦先生所設計出嚟嘅一個立體線條係喺邊一度呢？重點就係喺佢級與級之間嘅呢一個三角形反光位呢，睇下佢點樣去處理嘅。咁啊 Portrace 度呢係睇得非常清楚啦，我就覺得好滿意啊！呢一個三角形其實每一架車呢，三浦先生喺做一個三角形嘅一個我哋叫做過渡性嘅位置呢，係會咁樣去呈現啦。呢度呢表達得非常之清楚，窩釘位置紋理清晰嘅。咁另外值得留意嘅第三個部分，其實呢架車都真係幾多嘢講嘅。死啦，我已經講4分鐘啦，好快啦。咁其實呢，就係側裙連接沙板前沙板嘅位置啦。我哋從呢一個角度斜斜地呢，就可以睇到佢個間距感呢係亦都足夠啦，唔會話有一種兩級式嘅設計非常之誇張嗰種呢，又唔會做得非常之突兀嘅。好啦，咁我哋講完車頭嘅部分啦，我哋又講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嗱，咁大家呢，一嚟到其實買得呢一款車嘅人呢，好多時除咗中意呢一款車之外，亦都好中意佢側邊所呈現嘅一個表達細節啦。嗱，我哋先唔講呢個玻璃窗先，我哋嚟到其實第一點會睇嘅第一個位呢，就係後沙板嘅呈現嘅刻畫啦。其實後沙板呢一個位置呢，我哋叫做由油蓋，即係入油蓋位置啦，而轉落去嘅呢一個彎位呢，其實應該 suppose 咧，大家會從反光位置會見到一個清晰嘅三角形啦。呢個已經係最基本㗎啦。我哋成日都話三浦先生 Rocket Bunny 所設計嘅嘢就係呢一個過渡性嘅位要做得靚唔靚呢？呢度係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咁落到嚟呢一個位置啦，亦都係順嘅。最主要嘅位置入風位置啦，亦都有做到個大細，亦都適中啦。咁你話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呢？其實咧呢一個位置條黑劃線咧可以短翻少少咧，成個感覺咧就會再好啲。因為其實呢個位置長一啲啊，如果短一半咧，成個感覺就無敵噶啦。我只可以咁樣講啦，好非常非常之好噶啦。另外一樣嘢，我哋叫做睇玻璃窗嘅位置啦。其實咧
GR Yaris 咧喺車門嘅後面呢個玻璃窗後窗仔呢個表達嘅時候咧，要點樣去拿捏佢個大細咧？其實係好重要，因為有啲咧就做得太長，有啲做得太闊，有啲做得太短，有啲做得太扁。咁啊，呢一個位置亦都做得非常之適中，而且佢好聰明地咧唔用茶鏡，直頭用一個黑色嘅去表達，令到所謂呢一啲位置咧係可以更加睇落視覺效果會更加舒服咯。因為其實咧有啲位置做咗茶鏡咧唔係話唔好啊，但係咧當你都要睇下夾乜嘢顏色咯。咁如果配上金色嘅時候咧，整體嘅感覺咧就應該係要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啦，車頂嘅部分咧，亦都講少少啦。車頂其實呢兩條增加下壓力嘅線，將氣流帶動到去尾翼嘅位置咧，呢一個嘅線條咧，基於佢呢一隻金屬噴漆咧，做得非常之靚，因為佢幼細嘅金屬粒子令到整體嘅感覺結構非常之突出啦。而膠件以及金屬件嘅銜接度咧，亦都係適中，唔會話出現兩節式嘅感覺嘅。嚟到最重要嘅位置就係轉角彎位嘅表達啦。咁喺呢一度咧，其實呢一度係有呈現咗少少45度角嘅，以及一個厚薄度咧，亦都係適中啦。最緊要係窩釘嘅位置，亦都有俾埋你嘅。好啦，咁我哋又講下車尾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嗱，第一點咧，我哋會睇嘅當然就係呢個尾窗玻璃嘅位置啦。尾窗玻璃連接住尾燈嘅呢一份一體式嘅組件入面咧，做得非常之好啦，令你感覺尾翼同尾燈咧係一份嘢嚟嘅，令到嗰個斜度咧，後窗玻璃嘅斜度亦都係十足嘅，做到個精髓喺入面啦。因為其實 GR Yaris 呢一個位置，其實車尾位置咧，好多人都話好靚嘅。咁呢一度咧，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啦。以及尾翼連接住尾燈嘅呢一個支撐桿嘅位置咧，粗幼度大細亦都係適中嘅，唔會話過分啦。咁尾燈嘅部分最緊要係令到我有驚喜嘅。點解咧？除咗裏邊有做分析之外咧，連裏邊嘅線條刻畫咧，佢全部俾晒你。呢個咧係我自己覺得有驚喜嘅，即係冇諗過，佢真係好認真去做呢一部車喎。咁兩邊沙板嘅呈現其實咧突出度咧係適中嘅。嗱，朋友仔到時買翻嚟之後咧，麻煩你呢度咧可能，因為佢呢度我估佢應該係遺漏咗上色呢度，其實自己攞少少marker 油翻佢就可以啦。大家咧會見到咧咁樣成個感覺又再靚好多嘅，因為呢度係本身係鏤空嘅設計嚟嘅，即係將熱力帶走啦。咁本身咧呢度其實已經有兩個窿咧，係將車胎入面嘅多餘嘅熱氣咧，係由呢一度散走，即係剎車碟入面去做到一個散熱效果啦。呢度亦都係有睇得非常之清楚啦。最後喺一個後面嘅尾擾流嘅結構部分咧，喺呢一個位置嘅膠件處理咧，亦都係粗幼度，亦都係尚可嘅，唔會話過分地厚啊，或者要令到佢感覺係好似兩嚿，即係要突顯嗰嚿嘢啊，而去特登去做厚咗，或者係特登整出啲咧，佢又冇喎。大家會見到咧，呢一個位置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大致就係咁啦。嗱，咁其實咧整體嘅車型嚟講咧，嗱，我打直俾大家睇下，大家會睇得非常之清楚。GR Yaris 咧，其實喺整體嘅結構上面咧，係真係 Gazoo Racing 佢哋花咗好多嘅時間喺空氣動力學上面嘅處理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嗱，最緊要啦，冇辦法啦，因為咧其實咧呢一個位置咧爆玻璃呢度咧，我冇得爆個內籠俾大家睇啊，因為佢呢度鎖死咗，我費事叫爛架車，或得一架嘅啫。咁所以咧我就費事整爛啦。我哋略講下內籠嘅部分啦。好啦，嚟到內籠嘅部分啦，咁就真係好快地講一講，因為冇辦法我爆唔開啊。嗱，其實內部嘅設計咧係真係呈現咗一個較為純色嘅設計嚟嘅，因為裏邊全部用上咗 Alcantara 嘅設計啦。但係值得留意嘅部分係咩咧？就係嗰支巨型波棍咧，喺呢一度咧，亦都係有顯示到出嚟嘅。從反光，大家如果買咗翻去咧，亦都會睇得非常之清楚。同埋亦都值得講啦，喺車架嘅部分咧，其實如果從一啲唔同嘅角度可以睇到，其實佢喺嗰個車架咧，佢係有做到喺後面呢一個後座位嘅地方去做一個伸延嘅，咁唔會話突然間呢度就咁加框嘢好奇怪咁樣啦。咁呢一啲咧，亦都係佢哋喺今次呢一部車上面一個用心嘅一個方式嚟嘅。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我會俾佢9.5分啦。呢部車可以話係 PodRace 對於佢哋呢一款車嘅一個信心表達嘅一個作品嚟嘅。一直以嚟咧，我之前都話我買嗰部透明鮮紅色咧，都未有機會開啦。咁而家就有機會開啦，用一個咁特別嘅方法啦。再一次多謝 PodRace 啦。
呢一部車我記得之後咧亦都會發售嘅。咁啊，大家點解知道即係我點解俾9.5分咧？你哋攞到上手就會知點解我會咁樣講噶啦。咁啊，好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已經睇晒成部車啊！嗱，我自己咁睇啦 ，Pod Race 呢一部車的而且確令我哋都好多人，如果有買過佢之前嗰部透明紅色咧，都真係有少少係覺得，喂，咁樣嘅，非常之正嘅。咁啊，希望佢哋呢一個質素一路可以保持到落去啦。咁啊，亦都期待佢哋之後會越嚟越做越好啦。咁啊，嗱，下一集咧，我哋就會跳翻落去呢個 Mini GT 啦，會開一部 Super GT 500嘅 Lesmos 嘅 GTR 嘅。咁啊，又係講一句啦，逢 GTR 都會必買噶啦，大致係咁啦。嗱，希望你今集咧會話俾我知呢個第二集咧，因為測試完上一集之後，今集想再試，因為我唔知道啲聲究竟如何，你哋聽落舒唔舒服嗰樣嘢啦。希望即係留個言話我知啦，等我可以知道自己係點樣啦，係啦。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可以俾個 like 嘅我啦，最緊要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咧，歡迎訂閱我嘅頻道啦。咁我哋下集見噶啦，拜拜。